俄罗斯旅游，给当地美女200元人民币，可享受到什么服务？泰国有红灯区，韩国和荷兰也有，俄罗斯有没有？俄罗斯是冰雪之国，国民常年吃高热量食物，饮高度伏特加，俄罗斯美女热情开朗。在当地旅游，给俄罗斯美女200元人民币，可以享受到什么服务？一、俄罗斯也是旅游胜地，每年夏季都能在中国的辽宁、河北以及青岛、海南岛等地的海滩边见到大量俄罗斯游客。俄罗斯女性非常奔放，常常穿着泳衣在海边嬉戏。俄罗斯人最喜欢到中国购买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，比如衣服，比如餐具。可见俄罗斯人特别喜欢享受生活，不过俄罗斯人在消费方面也比较注意性价比，比较节俭，原因何在？在苏联时期，俄罗斯民族比较富有，那个时候主要精力都在发展重工业以生产武器上，轻工业并不发达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俄罗斯独立建国以后，日用品短缺，东北有不少人专门做倒爷，在俄罗斯贩卖各种生活用品，这使俄罗斯更加了解中国制造的生活用品。等到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以后，产量增加了，价格下降了，更吸引了俄罗斯民众的购物欲望。中国面积辽阔，气候多样，动植物种类丰富，历史悠久，文化产品丰富，构成了大量的旅游资源，吸引了大量的俄罗斯等国游客来中国消费。那么俄罗斯的旅游业怎么样？俄罗斯的物价怎么样？关于物价，不用说了，在俄罗斯，某些商品的物价肯定比较高，因为俄罗斯的工业还没有全面恢复到苏联时期那样，当然也包括重工业，不能跟中国相比。在当今的中国，如果你给服务员200元小费，他可能不觉得怎么样，在俄罗斯可能比较令人吃惊。俄罗斯地区比较寒冷，俄罗斯的历史虽然比较悠久，文化产品比较丰富，然因为气候寒冷的原因，可能难以吸引游客。其实这都是先入为主的判断。俄罗斯旅游业也挺发达，有些长期在热带生活的人想感受寒冷天气，俄罗斯是比较不错的地方，所以俄罗斯游客也不少，其中也包括中国游客。从2022年开始，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了一场军事行动，现在乌克兰战火纷飞，俄罗斯也时常遭到乌克兰无人机、炮弹的袭击。另外，由于美国的制裁，在俄罗斯不能够自由的使用美元，很多外国知名的餐饮企业、商业、工业都从俄罗斯撤离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到俄罗斯旅游是不是会受到安全威胁？是不是会出现购物不方便的情况？中国人到俄罗斯旅游肯定是没问题的，因为中俄两国现在支持使用本币结算，俄罗斯承认人民币，很多俄罗斯银行都增加了人民币的外汇储备。在俄罗斯，中国游客花钱没有障碍，中国的南方人到俄罗斯能够更好的感受寒冷天气，而东北人到俄罗斯旅游也能感受到一些不同的风格。虽然同在寒冷地区，但是因为文化不同，饮食不同，所以另有一番风味。根据俄罗斯的统计，在今年夏季，到俄罗斯的境外游客跟同往年同期相比，翻了1倍半。二、中东人是俄罗斯财神，个别地方接待的外国游客数量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倍。今年到俄罗斯游客增多，一方面是俄罗斯的特殊天气和饮食吸引了外国游客，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俄罗斯改变了一些入境措施，比如到俄罗斯旅游不必再提供纸质签证，可以通过互联网填写电子签证，入境非常方便。尽管俄罗斯飞机不能飞越某些欧洲国家的领空，但是通过陆地或者海上航线，通过辗转而不断更换航班，也可以到达俄罗斯。俄罗斯与伊朗以及中国实行了旅游团体免签证制度，进一步促进了游客数量的增加。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访问了朝鲜，俄罗斯和朝鲜加强了联系，估计未来朝鲜到俄罗斯的游客也不会减少。因为中国和俄罗斯是邻居，中俄的贸易关系非常亲密，中俄的合作没有上限。中国的人口基数又多，所以在到俄罗斯的外国游客之中，
中国人最多，占据了60%以上的市场份额。排在中国之后的就是海湾地区的国家，例如沙特阿拉伯、卡塔尔、阿曼、科威特等海湾国家，占比在20%左右。还有一个国家的游客比较喜欢俄罗斯，很多人没有想到，这个国家就是大量购买俄罗斯武器的印度。印度游客在俄罗斯外国游客的人数占比为5%到7%之间。欧洲不少国家和俄罗斯是邻居，但是到欧洲到俄罗斯的游客并不多，剩下的市场份额被东南亚国家占据了。东南亚国家和印度都一样，位于比较热的地区，因此比较喜欢到气候寒冷的地区感受一下。在俄罗斯，美国游客犹如凤毛麟角，因为俄美关系现在太差了。俄乌冲突之后，美国对俄罗斯发现了1万多项制裁。美国人使用美元在俄罗斯非常不方便。美国是全球最发达的国家，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。印度贫富不均，穷人比较多，东南亚正在增长。欧洲比较富有，那么在前往俄罗斯的游客中，哪个国家的人最愿意花钱呢？阿拉伯国家最能花钱，对俄罗斯的消费贡献最大。这是因为阿拉伯国家都位于石油产区。石油被称为黑色的黄金，每年创造巨大的财富，所以阿曼、阿联酋等国家都非常富有，属于敢花钱、有能力花钱的人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刚刚发展起来的东南亚国家在俄罗斯也比较喜欢花钱，消费额度也比较大。外国游客到俄罗斯旅游，一是感受冰雪天气，二是感受俄罗斯的独特文化。在其他国家，熊是一种危险的动物，在俄罗斯，熊却是一种友好的动物，像其他国家养的宠物狗一样。200块钱可以享受什么服务？很多俄罗斯人家或熊一起生活了几十年。再就是感受俄罗斯酸黄瓜等特别的饮食。还有不少人到俄罗斯纯粹是去欣赏俄罗斯的美女。俄罗斯美女在年轻的时候和中年以后完全是两个模样。中年以后体态臃肿，让人瞠目结舌。可是年轻的俄罗斯女性身材高挑，五官精致，热情奔放，容易搭讪。有人说，给俄罗斯美女200元人民币，是不是可以为所欲为呢？完全错了，俄罗斯女性可没有那么随便。不过在俄罗斯用200元人民币让美女为你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服务还是可以的，比如陪你旅游。俄罗斯面积比较大，另外还有黑帮，如果不熟悉当地的环境，很容易导致浪费时间，导致旅游体验不好。如果能够找一个当地的导游，那么情况就好多了。在俄罗斯，花200块钱雇一个本地导游，性价比非常高。俄罗斯美女导游会全天陪同你，介绍如何购物、如何饮食，并为你介绍俄罗斯文化。俄罗斯美女导游多是有学识的女大学生，他们在陪你导游的时候，不像某些黑导游，会向你推销当地土特产。有的导游带团时，如果你不购物，那么就骂你、打你，对你进行人格侮辱，甚至将你扔在道路上不管。俄罗斯美女不会向你推销天麻、人参、玉器等价格昂贵的商品。在俄罗斯美女导游的陪同下，可以全面了解一座俄罗斯建筑的历史，了解俄罗斯精美的艺术，了解俄罗斯民族经历了什么磨难，取得了什么成绩。如果你想跟俄罗斯美女合影，他们是非常愿意的，也不会额外收你费用。如果在一个好的景点，你想让俄罗斯帮你美女拍照，不会出现一些俄罗斯大妈阻挠你并要用她的收费相机拍照的情况。俄罗斯美女的讲解绘声绘色，面带笑容，夹带着丰富的肢体语言，不会照着稿念。在讲解之中还会穿插一些幽默的段子，并将传说加入其中，让人在旅游的过程中体验非常好，心情愉快。在某些地方旅游，导游会像遛狗遛猫一样，用一个绳子牵着快速经过一些景点，根本没有深入的体验。在俄罗斯，如果有美女导游陪着，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不会催促你赶场。在某些地方旅游，可能需要找黄牛加价购买一些门票。在俄罗斯，如果有美女导游陪伴你，他会帮助你预订一些门票，不会收取额外的服务费用，
当然你愿意支付一些小费，他也不会拒绝。如果你对俄语特别陌生，仅仅会汉语，那么俄罗斯美女如果有时间还会教你一些俄语字母的读音、写法及比较常用的俄语口语，帮助你理解一些俄罗斯口头语。用200元人民币聘请了一名俄罗斯美女导游，相当于找了一个免费的翻译。俄罗斯美女导游是你旅游过程中的开心锁，她会和你谈天说地，而不是仅仅介绍景点和俄罗斯历史、文化、结语。总之，在俄罗斯花200元人民币雇佣一名美女导游，体验是非常好的，但是不要有非分之想。如果在异国他乡做了一些违背别人意志的事情，可能坐牢，是非常麻烦的事情。另外，在与俄罗斯美女沟通的过程中，不要调侃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。到任何地方旅游都要入乡随俗，必须尊重别人的历史和文化。